主人欲望最依然，犯罪赎罪灭罪，丑恶是原罪。遐想狂想假想妄想难抵挡梦想，思念一念执念既不愧信念。漩涡中间有种力量，昔日繁华变荒凉，烈火里的黑暗用这门击剑。烈火烫烧不尽谎言难救，除非许下真相降临。人间世界，所有啊所有罪，熄灭或者剩下黑灰。不必激动，我们将一等烈，豪迈而至在天地间。我们从未失手，守护你的伤口，用力驱散邪恶迷雾。我与凶险交手，没有任何借口，用力追赶烟火迷雾。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他不会和你结婚的，因为他还在控制着想要和他离婚的秦青。叶梦，你和他们在一起住了这么久，难道你一点都没有察觉到秦青长时间遭受贾三蒙的家暴吗？家庭暴力？不可能。不对，秦青不可能想离开贾老师。如果贾老师打他，那一定是因为那个女人不懂贾老师，她根本就听不懂贾老师说的话。贾老师才是精神上的受害者。不是每一个施暴者都需要理由的。一件事情的发生，人们总是习惯性的去问为什么；一件暴力事件的发生，人们总会去问这个施暴者为什么要伤害这个受害者？为什么伤害的是他，而不是别人？可是你知道秦青一直以来经历了什么吗？贾三蒙就是典型的那种自己没有用，回家以后要在老婆身上寻找权威感的男人。每次回家在秦青身上没事找事的发泄一通以后，又会跪在地上寻求原谅、忏悔。如果不亲耳听到秦青说出"我原谅你"这4个字，他就会一直跪着。但他心里已经吃定了，秦青一定会原谅他。他知道秦青会心软，所以一直不愿意放手的人，其实是贾三蒙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呢？贾老师怎么可能是那种人？在你满心期待着想要跟贾三蒙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秦青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早一点逃出去。你那个视若珍宝的定情信物，秦青早都一把火烧了个干净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他真的爱你，他为什么没有和你在一起呢？他为什么没有干脆同意秦青和他离婚呢？他骗我。他在骗我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贾老师不可能骗我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
不可能让我！雪涛梦，休息会儿吧，先吃饭。啊，放点吧，等会儿吃。小龟龟，你可得好好吃饭哦。缩头乌龟，看着我。违规就违规，你能不能小点声？不可能让我！还好吗？说说吧。是我对景晴的电动车做了手脚。不，是他让我，是小三谋引导的我。他怎么引导你的？凭着我们中间那点默契。我最近看了好多电视新闻，都说的是电动车放在楼道里面充电，着火了，整个楼都差点烧没了。你说他这辆车就放在客厅里头，就这么充电是不是更危险？一旦充电保护装置坏了，那就更容易发生意外。一把火就能把一切都给烧没了。都没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做的？是我一个人干的。是贾三木怂恿我这么做的，是贾三木怂恿我这么做的。
我被他骗了，他骗了我，他骗了我。黄姐，去给我买瓶冰水。好。没气了。没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陈队，贾腾蒙来了。那我让他。天野，不是电动车起火。他们这是干什么？叶梦现在交代了，是你指使他对电动车做了手脚，这事你怎么解释了？我可以理解他这么说，你们叫我来问话是例行公事。但你们是警察，不可能人家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吧？这小姑娘她一直是喜欢我，所以觉得青青很碍眼。现在青青死了，她又嫁祸给我，那我理解就是爱而不得，因爱成恨吧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和青青的感情很好啊。对，很好。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5年前，你和秦青结了婚，这是你们婚姻的开始，也是你对秦青家暴的开始。这5年来，你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秦青家暴，但是从他母亲的证词以及秦青发布的社交媒体上面的东西来看，他从来都没有对外说过。所以他可能还在幻想，有一天你可能不会再伤害他。可惜这个梦想没有成真。怎么？你们让叶梦带的开始带节奏讲故事了？这个尸检报告上面可以看到，秦青全身上下都是伤痕，特别是在3个月前。宝宝们，主播下播喽！其实你对这事儿也根本没有信心吧？我也是被选人，可以见一面吗？好了，洗好了，老公，可以休息了。啊？为什么跟这个人聊得这么亲密？还留了电话号码？不是，老公，你听我解释，这就是我一粉丝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你为什么就不能安分守己呢？老公，你别打我，你别打我！可是你没有想到的是，秦青记住了那个账号，虽然你把他删了，但他依然去见了那个人。那个人带他去的地方，就是反家暴宣讲会。法律规定，家暴是家务事，反对家庭暴力是国家、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。家暴的人喜欢把事情控制在自己可以可控的范围之内，而且把自己最亲近的人当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，猜忌心非常重，妄想每次发生问题的时候就用暴力来解决问题。
这位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他是受害者。干嘛呀？这是？哎，啥？他是来砸场子的吧？到底谁啊？是这个事儿啊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这么做是犯法的。家暴！你说这女的回家怎么办呀？妈呀！老公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听我解释，老公，我错了，我没有。别打我！别打我！我错了，行吗？原谅我行吗？原谅我了。你不说原谅我，我就不停下来。原谅我吧，我错了，行吗？原谅我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行吗？原谅我，我错了。他出轨了。他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干净。你们现在把他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受害人，实际受害者是我，是他出轨了。你刚才说的什么私信账号、什么电话号码，那些都是他出轨的证据。对，还有我最不想听到的那个什么加什么回，那个也是那个男的骗他去的。狗男女在一起，不会有好下场。贾三萌现在不在家，有事出去了，我马上到。我还是觉得你立刻离开他会比较好。不行，你说过我现在没有证据，所以我必须要回去。这么多年了，这次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芊芊，他这种人比较偏激，你尽量不要做过激的事儿。好。他出轨的那段时间，他在家待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我都觉得特别的恶心。回来了。老公，你在家啊？我看你出去时间挺久的，有点担心你。干什么去了？我去菜场买菜了。今天市场人有点多，我去给你做饭啊。好。一回到家就给我演戏，冲我笑，还用他的一双脏手给我做饭，现在还弄出这些所谓的证据，企图诋毁我。就凭这些，你就确定他出轨了吗？你不觉得他做直播做得很成功吗？那么每天搔首弄姿的，勾搭多少人啊？以为找了一个冤大头，
结果呢？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可是帮他的那个人是一个女孩，给他发私信的那个人是一个叫做郑欣欣的女孩。你好，我是之前联系过你的静春，你在电话里跟我说贾三萌一直在家暴秦青，是真的吗？我认识秦青姐已经1年多了，她这1年的遭遇，我都很清楚。姐姐，你又受伤了，是不小心磕到了。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姐姐，你千万要看清楚，你这么努力，不要被别人拖累了。我老公和你想的不一样，他平时对我还挺好的，他真的会好的。我也是北浔人，咱们可以见一面嘛。等你想好了就联系我吧。老公，你别打我，你别打我！家暴的人喜欢把事情控制在自己可以可控的范围之内，而且把自己最亲近的人当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，猜忌心非常重。今天他把我拖回家里，我以为面对的又是无止境的暴力，没想到他不停地扇自己耳光，要我原谅他，否则他不会停止。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只感到一阵生理性的恶心。我知道你是我唯一的倾诉对象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因为我感觉我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困境。我忽然觉得他好陌生，帮帮我，我该怎么办？至于你说的那个男人，是郑欣欣为秦青找的律师，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。你以为秦青在勾引这个律师，然后他们想一起害你，但事实呢，只是一个女孩想要帮助另一个女孩而已。好。对不起啊，青青，我错了，我误会你出轨了。你们是想看到我这么忏悔吗？我就是打了他，谁让他嘴欠，说瞎了眼才嫁给我？谁让他嘴欠，诋毁我的才华？我的才华是不允许任何人诋毁的，这是我的底线。还有你说他见那个律师，他为什么见律师啊？他见那个律师还不是因为那个男的，他要跟那个男的在一起离开我。对了，这是我的家务事吧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你做的可不只是家暴啊！我这儿呢有2张照片，一张是爆炸现场的照片，另一张是我输入现场所有数据后模拟起火、爆炸形成的照片。一开始我百思不得其解，直到后来我发现，根据对周围人的问询，现场只听到过1次爆炸。让我一直搞不明白的是，我们一直认为这次爆炸是来自电动车短路起火，导致充电宝爆炸。但是声音是一种波，周围人的耳朵里捕捉到的是一次震动。那如果这次震动是来自2次爆炸声音的重合呢？现在很多电动车的实时数据都会和手机 APP 相连，有的也会上传到厂家的服务器。所以毛毛，你去厂家。
次爆炸。第一次的气体爆炸导致了电动车起火，引发充电宝爆炸。当我得知这台电动车使用的是铅酸电池，电池容量被特地的改装过，再加上充电保护装置被人为破坏的事实，第一次对应的气体爆炸就有迹可循了。铅酸电池过充会产生氢气，经过计算，证实产生的氢气混合空气已经进入爆炸极限了。这就是当晚发生的第一次爆炸。你说的这些，我其实不是听得很明白，我就听清楚了。气体爆炸是需要火源的，可当时青青是一个人在直播。那火源从哪儿来呢？凶手对火源的设计十分的巧妙。当晚直播只有秦青一个人，我们在现场收集的物证箱里面仔细的寻找过，有没有凶手留下的延时起火装置？不过可惜的是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氢气爆炸对火源能量需求极低，我们又想，会不会是秦青衣服上的静电导致的爆炸？但是当晚直播的时候，秦青穿的是纯棉材质，不具备静电的条件。直到我们在货架下方发现了这根铁钉。可能很多人想不明白，一个烟头未必能够引燃气火，但是一根从高处掉落的铁钉撞击地面所产生的能量却可以。根据录像显示，直播当晚，秦青去货架上方取东西时，碰掉了这根铁。一根从高处跌落的铁钉引发了一场火灾爆炸，那可真是天大的不幸啊！这真的是不幸吗？哎呀，你们几位这个故事编的呀，太精彩！我一个搞创作写东西的人，都写不出来这么精彩的情节。如果把它写成剧本，应该挺能挣钱的吧？乔三毛，你还不承认啊？承认什么呀？你不觉得你们几位说了这么一大圈，缺少一个最关键的步骤吗？证据呢？有印象吗？用户1347这个账号你不陌生吧？这个账号绑定的是你的银行卡。案发当晚，在秦青的直播间，你就是用这个账号一直在给他刷礼物、发弹幕，让他去拿身后你鞋架上的鞋盒子，为的就是让钉子掉落，引发这起爆炸。购物车直接下订单就好了。好，来看一下。好，有宝贝说要看3号链接的
鞋子。放心，宝贝，马上就给你安排，稍等片刻。贾参谋，你费尽心思杀害了陪伴你这么多年的妻子，你就是凶手。贾参谋，只要你做过，就一定会留下证据。警官，如果你们的老婆每天袒胸露背的，在很多人的面前搔首弄姿给他们看，你们能接受吗？她不配做我的妻子。人不管在哪里，都逃脱不了生活的牢笼。我让他在烈火灰烬中得到了新生，那是对世间万物的挣脱、洗礼、重生。重生。她那么傻，能够嫁给我，已经是她的荣幸了。贾参谋，你真把自己当艺术家了吗？说的这么天花乱坠的，说的这么动听，可事实呢？事实是你毁了2个女孩，重生、解脱，你凭什么替秦青做选择？你凭什么去评判她的人生，定义她的行为？你有什么资格去给她做审判？不要再活在你的幻想里了。贾参谋，你涉嫌故意杀人，你将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贾三毛，贾三毛，你个畜生！你还我女儿，你个畜生！冷静一点。是，还我女儿，畜生，畜生！哎呀，贾三毛，他会受到惩罚的，阿姨。毛许说要等你吃晚饭，说是破了案最后的大餐，结果就这个呀。怎么了，沈大队长？瞧不起饺子？别把这锅扣我头上啊！别说这饺子还挺香的，什么馅儿的呀？你的当然是猪肉芹菜的呀。猪肉芹菜？我这不是啊。不可能。坏了，老板给装错了，这是我3鲜的。有虾吗？当然有。完，我就给你拿过米药啊。快老许，给我拿水，我对虾过敏。
水。你看我的书红了啊，红了吗？红了。爸，回来了啊！哎，回来正好，嘿嘿，秀场给你改好了，也洗干净了。来，过来比划比划。不是，我跟您说了吧，别改了，过两天我去队里换一件。你换的能有我改的这么合身吗？你单位了解你还是我了解你啊？嗯，行吧，合适吧？正好啊，哥，完美。哟，你脖子怎么了？啊，还有一人啊？别挠，你是过敏了啊？晚上吃什么了？哎，别提了，吃了点饺子，三鲜馅儿没注意，那里面有虾。你说你这工作性质已经让我够操心的了，怎么这吃着喝着的还让我担心呢？我就跟你说，你不能出去吃，你就得吃我做的饭。过来坐这儿，我给你抹药。好。哎，吃饺子，你说什么馅儿不好，非吃三鲜的。这饺子谁点的呀？这李当归这不是知道你这对虾过敏吗？哎呀，爸，不是当归啊，是火调同事点的，他们不知道。火调，你最近怎么跟火调走那么近呢？哎呀，最近不是天干物燥吗？那赶上着火的事儿全让我们赶上了。别挠啊，我给你弄水吃药去，是吧？别挠！哎呀，山呐，不让人省心。也有气体爆炸。
嘞，大爷，到时候有什么事儿还得问你啊。没问题，到时候你们就在我家吃饭。好，好。哟，许三木来了。我们根本就冲不进去啊！哎，等会儿吧，我刚灭。现在能确定的里面俩死者，是一对大爷大妈，男的姓应，女的姓张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他们俩。有人第一时间看到起火情况吗？太晚了，发现的时候火势已经太大了。放心吧，监控我已经派人去村委会调了。你也去的？这怎么这见外了不是？那回头烤一份给你不就行了吗？来都来了，快去。这家伙怎么还不相信我们呀？不是不相信，你们刑侦为了人，我们出一火，侧重点不一样。好，这小兴许一半言的劲儿，说来就来啊！你叫我什么？我说许参谋办起事来真是有鼻子有眼的啊！再别让我听到这个名字啊！听着还装没听见。邓辉，准备一下，进现场了。是。找你的路上经历了无数日落，哪怕多遥远，我也不计较后果。刀山火海都难不倒我，只怕你醒了也看不到我。氢气是一种易燃易爆气体，遇到明火、高温甚至是静电都有爆燃的可能。一旦爆燃，会造成人员烧烫伤。请不要将氢气球放在车内等密闭空间，存放时一定要远离明火。在为孩子选购气球时，应避免购买充装氢气的气球，挑选充装氦气等惰性气体的气球。人不应该因为痛苦而执着，如果记忆令人太难过，痛苦处诉说，就当我只是路过。山路险阻也不敢忘记承诺，命运弯曲关关都能挨过，纠缠如烧不完的漫山野火，都怪春风吹过生寂寞。石头就不该打破，水面平和，沿路美景变成对与错，悔恨像粉心似火，血流成河，忘记爱过恨过全部都记得。